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上个月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作家哈金老师来纽约现场做客不明白播客。这次对话分上下两场，上半场主要谈哈金的新作《从莫斯科回来的女人》，也就是上一期播客。下半场，也就是这一期播客，我们主要谈了文学、自由和身份。哈金原名金雪飞，1956年出生于辽宁一个军人家庭，1984年前往美国留学。1989年读博士的时候，北京发生了天安门6·4事件，他从此留在了美国，从事英文写作和教学。哈金是华裔以英文创作的作家中成就最高的人之一，他的小说《等待》、《好兵》、《战废品》等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奖和海明威等大奖。哈金老师您好，那我们这下半场就是主要谈一谈文学写作和这个身份的问题。您能先讲一讲您每天的日程安排吗？就比如说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写东西，然后是每天必须要写多少字的那种人呢，还是必须要坐在那坐多少个小时的人呢？其实我倒没有规定说每天要写多少字，没那么想过，但是每天时间得做的那块8、9个小时吧，10几个小时这个来说，十几个小时都坐在那，坐在电脑跟前。实际上你不写作也得坐着那块，哪怕看看别的，看看什么 YouTube 什么的，一般都是很多是修改，做是得必须得做，但一般早晨我就是6、7点钟，晚点7、8点钟就起来了，但睡得比较晚，睡得一般就是说到11、12点钟或者半夜以后吧。那种的，有的人他就说我一天就写750个字，是吧？然后剩下的我下午就可以出去散步，出去锻炼身体这样的。您不是？不是，因为你写750个字，这750字可能你根本用不了，所以说你得需要真正的功夫是在修改，反不断的修改。所以说那个对我来说那不是一个衡量的尺度。那您是就比如说你一天写多少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质量？您会觉得，哎，我今天过得挺好的，挺高兴的。一般的来说，就说我一般的说，因为我得教书啊，所以说一般要是休寒假或暑假的时候，我集中精力写，尽量写出一个稿初稿，说这个时候是要是一天能写几页、7、8页、10几页，那就非常高兴。但是呢，也有可能就是这些没有多大用处，也有可能。但有个问题就是说，你就是有大块时间的时候，我必须得写出很多东西来。这样的话，我教书的话，我可以修改。就教书的期间就修改。对，你就因为脑袋不用老想这些事情，你可以坐下来慢慢修改。多多少少也是因为生活的方式和职业各种原因，是你想出来比较适合自己的办法。就是写作这个事情，还是要全身心的投入才行。对，你必须得投入，这是最主要，必须得投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稿你要是做好拿出来以后，就像你可以把它放在心里头，而且你会要是不错的一个稿子的话，你觉得有信心，可以继续做下去，能做得更好，这很重要。因为谁都是孤独的一个人在做，孤军奋战，所以你必须得有信心，你自己想办法，这是一个找信心的一个办法。尽量有个初稿在心里头。这个我们就是有时候写一个1000多字的稿子都会垮掉，就是就会觉得这稿子我要写吗？写了这有人看吗？您这一写几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有这样的时刻吗？会吗？会，实际上是有这个问题，就是所以说我跟我的学生我说，你一定要有一个伟大的幻觉，就是这本书写出来的话，你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真的吗？因为你写每一本书都是这么想吗？你应该有这种幻觉，但是你写出来，实际到最后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是你需要一种就是那种幻觉来使你能够吃苦做下去，这个很重要。所以说这个是很多作家都是这样，有一种幻觉，你得需要相信自己。对，像尼采说的一种 great sentiment，就是那种情绪，一种伟大的心绪。那您能讲一下，就是对您影响最深的一部中国小说是什么吗？其实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西游记》，特别喜欢，小男孩嘛都喜欢
你能变成这么些东西，你跟那个女孩到哪去，她也看不见你，是吧？是这种是这么想的，这种心，就感觉怎么有点 creepy。都说了，说这个说《西游记》这个特别对亚洲人的这个思维也想象，影响非常大，而且在俄国影响也很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但是你说就是对写作风格什么影响，那倒不敢说。就是《西游记》作为一个小说来说，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好看啊。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它有你现在是做一些什么那个穿越啊什么那些，很多不都是那个都从那个地方来的，那当然而且在外国一些很多一些现在的一些科幻什么。很多可以都从那来的，但是我不觉得从这个写作风格上有多大的。那您觉得中国的小说对您有任何的影响吗？就是或者其唯一的就是鲁迅，但是鲁迅他没有什么长篇嘛，都是短篇。对，都是短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能读的也就是鲁迅，说他的东西读得多，读多之后有点反胃了，觉得太多了，读的就是都是课本是吧？还要背。而且还有问题就是。就我太太他们觉得太枯燥了，很多人就觉得就没法读，太枯燥了那个。但是实际上鲁迅还是很伟大的一个作家，但问题就是说你说他哪部作品就是达到那种就是说这一本书存在以后，很多作品跟着他来的。他没有那样一个东西，不像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就是《莫斯科回来的女人》，您会想到安娜卡列尼娜，是吧？对，那好多这个对呀，托尔斯泰那个海明威那么说，唯一的希望把托尔斯泰打倒。是的，对。那您怎么看？就是说中国小说的传统，就是或者到底什么是中国小说？因为我自己就。4大名著我只喜欢《红楼梦》，是吧？那我当然后来我也喜欢张爱玲，也喜欢沈从文，是吧？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中国小说的成就不是很大，就是比起中国的古诗词来说，就是对。其实古诗词呢没说的，绝对是厉害。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中国那个所有大的诗人，基本他都有一个诗画传统，这诗画当中也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资源。就是在中国谈到诗歌的传统。中国呢是绝对是宏大的，但是小说，我觉得短篇还是不错的，做的还是不错的。但长篇，你看台湾有个诗人杨哲，他说他是普林斯顿大学那个比较文学系毕业，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跟我说，他说实际上你看看中国，从现代文学来看，长篇一直是一个坎儿，过不去。说是有各种各样的长篇，但真正写得好的很少，过不去，是有这个问题。我记得清楚的有一次，也是一个外国的一个记者，美国的记者，他采访，他说谈中国，我知道毛泽东，我知道周恩来，但是作家我不知道。我就谈了鲁迅，他说鲁迅哪本书你推荐？我没法推荐，因为他不是哪一本书的问题，他是单篇的短篇小说的问题。说是就是有这个问题，就是长篇当中你就真正的里程碑性的著作不多，很少。你为什么没有推荐《红楼梦》呢？他没法读，《红楼梦》怎么读啊？因为太多是在语言当中，你没法读里头。那里面的词了、诗和赋了什么的，那是纯粹是这种风格上的东西。你像我儿子他们读《红楼梦》，他说没有这么包容的小说，从来没读过这么包容的小说，因为你英语翻译过来以后就没有味道就没了，就没了。是。那您觉得就是说，我不知道您看不看现在中国现代的这些年轻一代人写的小说，甚至就是说，你看莫言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吧？对。然后也有一些新生代的这些小说家，我不知道您看不看他们的作品？您觉得就是说，中国这样的一个时代有可能产生出伟大的小说吗？不容易，因为它需要一个文化的环境，还有一个需要的传统，因为什么事情都不是平地而生的，但也有非常优秀的小说。你像余华，他写一本叫《细雨中的呼唤》，那本书很好，不是一般的好。实际上，它并不像《活着》或者他那个《许三观卖血记》那样的有故事，靠故事，它是一种风格，你就觉得明显的整个像交响乐一样的语言，翻译过来还能觉得那种，就说是作品好的作品还有，但是真正就说是。在这个文化气氛当中能产生多么伟大的文学，这个还是个未知数。而且不光是你，还是你作家，
一个民族有没有这样的脑筋，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才，这都是偶然的。对，就是我们也会说嘛，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是吧？都是经历了这个共产党统治时期，对吧？那中国就从来没有出现一部什么多么伟大的。那当年苏联还有2个作家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吧？是。为什么就是他们还是有从托尔斯泰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那种来的传统，是吗？对，可以这么说吗？对，那当然了，那当然。你看那遗风还在，那绝对的，绝对的。那个契诃夫他们都在，对，他们有个宏大的传统，所以说不是平地而生的，他有个宏大的传统。那您就是一直都是用英文写中国，可以这么说吗？应该这么说吧。那您的目标读者是谁呢？您当然您会说我不考虑，但是您希望是什么样的人？因为这个说是有一种英语，我跟你说英语的耳朵，就说你写出个句子当中，你我心目当中没有具体的读者，但是一个英语的耳朵多少能够听懂，这个在心里得有数。这个需要长时间的摸索。就是这种抽象性的读者，这个心里头有。就说是他们英语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当中，他们能够明白多少，这个得知道。但是真正你说我就是什么美国、英国读者什么，那个都不可靠的，不能想那个。不能想。对，那个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东西。那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然后能够感受出来您这里面的这个风格，然后还有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心。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我肯定不会写那种标准的英语。标准英语写了出来以后就没有新鲜感了。但是你要不写标准英语，在人看来是外来的舶来品，但是这个舶来品就是对于他们普通的这个英语的耳朵有多少可以接受，这个问题，这个得有个度。就是还有这个关于这个用非母语写作的痛苦，您写过一篇《The Language of Betrayal》。就是您里面写这个康拉德以为自己在1-2年之内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很吃惊的看到就是24年的诺奖就授予了一个明显不如他的一个波兰作家。文章里因为那个康拉德哀叹说 He did not realize that he represented no country， 他没有意识到他不代表任何一个国家。对，是。您现在觉得这件事情重要吗？就是一个作家背后必须要站着一个国家。您现在您 represent， 您有没有想到我有没有这个？我肯定不代表任何国家，这是肯定。但康拉德那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从现在看，离开这么远了看，就是他得诺贝尔奖当年那个人，现在什么不是？对，康拉德实际上是他们波兰人，虽然他没写过一个波兰的一句用波兰语的话，但是波兰人是坚决的认为康拉德是波兰文学、波兰文化的一部分。是他们的骄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其实更有意义，那是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用是外来语写，但他甚至都不写波兰的事情。对呀，他写英国的，他写海洋啊，写这个问题就说是他那个东西就是波兰文学，如果把它收进来，整个他文学就疆域就扩大了。说这个是这种情况。至于他确实是当时他确实说了，他说因为那个叶茨那个爱尔兰诗人刚得了那个诺贝尔奖，所以明年应该是他的，但明年就没有他。对，这个波兰作家这个 Władysław Reyman， 我从来没听说过，就是当年得诺奖的这个人。对，是就现在没有人说了，我们就是波兰文学什么显科维兹啊，什么那些。就是比他那个有名的成就大的多得多了。现在对，但是就说诺奖他是按国家的，好像还是有这样，也不见得是吧？还是看，我觉得他有硬指标，实际上这个有硬指标。对，是实际上文学有硬指标。这么说吧，我觉得我这个说法没错。你如果是写出一部经典作品，在一个语言当中写出一部经典作品，那你就是这个国家级的作家。你如果写出2部经典作品，你就是国际级的，你就达到诺奖的标准。你要是写出3部经典作品，你就超过诺奖的水平了。其实你好多像托尔斯泰、契诃夫，好多这些人，乔伊斯这些人，根本就卡夫卡，根本他们不考虑这些人，不考虑这些作家。你看作家，他们是不是觉得这是很灰心的事？
但是那讲就是说，他不是说总是每次很公正的。但是文学它有它自己的标准。你像说有的我们说的马凯斯，什么这些作家，什么奈博尔，这些就是2、3部书，真正是3部经典的作家很少很少。就我说有硬指标，文学是有硬指标的。从这个引申下去，就说你不一定有那个机遇能得诺奖，但是说不是说什么人都超不过他那个标准的。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才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一个团队的努力，感谢那些已经积极捐助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大力支持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免费的播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捐助的队伍，让不明白播客能够更持久地陪大家走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支付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谈一下你和中国的关系，以及你的文学和中国的关系。就比如说您在这个《自由生活 A Free Life》里面有一段，就是那个主人公武南被逼得没有办法给中国的水灾捐了60美元。他感慨说，要是我们能从血里把故国挤出去就好了。您有过这种说我要从血里把故国挤出去吗？您觉得自己能做到吗？很难做到，很难做到。在从理性上你可以就是跟那个切断可以，但真正切断很难。您从85年到现在，这都38年，是因为过去也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其实我们不管作为一个人，你的存在，你的精神面貌，甚至你的趣味，各个方面都跟过去有关系的。你要说我把过去完全给砍掉，那你都把你自己给消灭了，也等于说这是一个自杀性的行为，是做不到的。你现在就是怎么能利用过去，把过去成为你自己的能量。我个人认为，就生活实际上一个长长的旅程，就说你过去你不能成为一个大行李，而成为真轻装上阵，过去有用的。把过去变成食物，变成燃料，这样的话你在旅程当中会走得更远。我想是这么个逻辑。但是你要说我把过去必须踩在脚下，像纳布尔说的，那是疯狂的，根本做不到。我觉得。那还有您的在《自由生活》里面还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引用过，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利用自由，自由对你就没有意义。您怎么看自由？就是我这么问的，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在面临。是因为自由是一种心态和精神状态，这个东西不是所有的人一下就能适应得了。特别是从大陆环境出来的咸水鱼和淡水鱼，你一个咸水鱼突然给你放淡水鱼或者放咸水里头，你是适应不了的，是吧？自由是很可贵，但另一方面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消受得起的，这个是一种需要个漫长的过程。我问这个话是因为就是说，80年代的时候有一股出国潮，是吧？您是当时其中的一员。那现在就是中国现在又开始出现一股出国潮，我们现在叫润学，是吧？您觉得作为在集权社会长大的人，对自由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往往就是认为就是自由实际上就完全是一种绝对的一种存在方式，实际上不是。自由实际上跟责任、信任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的限制都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说我觉得自由是一种心态，并不是说我想到哪去就到哪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做不到的。那是胡来，那是。对，就是很多人，他们就有一些人，他们比如说从中国到了美国来，是吧？就对美国很失望，因为这社会也不自由，然后又很乱，生活质量也不那么高，然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言论上也有很多的约束，是吧？对，是，他们就会对美国就非常的就觉得这个并不自由，并不好。所以这个民主这个制度也不好，反正就是这个结论啊。当然就不是说，问题是我们都是人，哪种人的生存方式是绝对好的？其实都不是这样，肯定都有悲哀的一面，都有悲剧的一部分。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是至少，美国它是民主形式，
是一种相对好的一些，而且我觉得实际上社会主义没什么可怕的，实际上，你像那个北欧的那些社会主义，那都很好的民主社会主义，对，那是很好的一种社会结构，甚至很多人觉得那个比优越，比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加拿大是个例子，我们都觉得这加拿大确实是很好的一个社会。问题就是说是，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应该知道自己做啥，自己的界限在哪里头，你不可能说我就去找绝对的自由，这没有这样的可能，根本就。对，就是您在那个2009年在6·4 20周年前夕，在《纽约时报》评论版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Exile to English》，被流放到英语，这我自己翻译的可能不太准。就是您在文章里面写到说，对一些中国人来说，我选择英语是一种背叛，但忠诚是双向的。我觉得自己被中国背叛了，这个国家压制了人民，限制艺术的自由。我努力诚实地写出中国的情况，保存其真实历史，结果是我的大部分作品无法在中国出版。这个其实就是还是就是您也曾经很多地方都讲过这个国家和人民的这个关系。您后来在哈佛有一个演讲也是讲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忠诚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一动就说是怎么这个人是汉奸呐，或什么这个就背叛了国家。但实际上我们仔细看看历史，实际上往往都是国家背叛了个人，是吧？往往就是我们没有这么看，一个国家可以随随便便的就背叛一个公民，而且对这个公民不需要做任何解释。你像有一本书叫是《中国可以说不》，所以就是这个最后结尾就这么说的，国家就说这样就是这样了，你不要跟我争论，就是这样了。但问题就是说，普普通通的公民都有权利问你，国家为什么这样对我？而且你要看一些宪法，特别是西方一些国家的宪法，很明显的就是宪法实际上就像是一个合同，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人民公民，对，是吧？这两方面都是说，一方面你都互相必须得守信誉才能行。就这个问题，就说，但是你看中国，特别是近代史、现代史。这国家随随便便的就把个人给背叛了。对呀，土地革命就把你的地都拿走了，然后强拆，然后你的房子也都被拆了。而且国家现在那个地就是看那个钱就是成了国家的聚宝盆了，就是对，这凭什么这是吧？而且那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一开始这个地，这都是共有的资源，是吧？你凭什么一个国家这一下就给拿走了？这个问题就说是。有些问题是你仔细想，你没法想，你仔细想要问下去的话，那实际上国家是个祸害的根源。国家是祸害的根源。对，是祸害的根源，就是。对呀，就是中国的宪法里面写的这个人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是吧？是。这是什么时候？我们这根本就没有。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是说用人民，但是你要看到以前那个合同，特别中国跟外国签的合同，中国不叫公民，别的国家都是美国公民，是吧？叫臣仆。臣仆啊，还不是民，就是 subjects。臣仆subjects。说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什么，那都是皇帝的 subjects。说他们现在官员还是那种心态，你是臣仆。对。所以你只能服从。我就是刚才提到您是18年在一个哈佛文化沙龙做过一次演讲，就是讲这个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您在演讲里面说，我们这代人在心灵上不断遭受创击，摧残甚至是创伤，因为价值系统不断在变，10年一个新系统。比如说当年林彪9·13事件之后，我认识的一些年轻人自杀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毛泽东不会犯错误，国家和党永远正确，像神一样英明无误。就是实际上现在有一些中国的青年人现在也在我认为他们在经历一个这种的精神上的危机，是吧？就是到18、19年，甚至到20年的时候，都是觉得我国家很厉害了我的国，是吧？就是我们的制度比中国模式比美国的这个模式要好。我不知道，就是对这些年轻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话说，或者说您能不能说一下，您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国家和个人是这个关系是扭曲的？就我们从小长大，这个关系扭曲的，您是怎么来给他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其实你要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入美国籍的话，你必须得读宪法嘛，考试嘛，所以那你就看出明显的就是那两个合同，
一面这面是 people， 那面是那个the country， 就是这是平等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实际上你像美国不要求你效忠美国，但是你必须忠于宪法，就是这套价值观你必须得接受，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些年就是一个他的是一种洗脑，都认为中国怎么强大了。实际上大伙很多人，特别是小粉红，他们没意识到，在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是举足轻重的国家，从来没有过。这是为什么刚才吃饭时候我说过就是这个实际上你唱衰美国，从历史来看都在真正的关键时刻是美国出来尽量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中国政权的稳固，都是美国的介入。如果真正美国衰败了，中国也就完蛋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你想今天这些近那几十年也是，那个苏联要核武器要攻击中国，是美国介入保下来。但是那个以后那个要是美国不让中国进入这个国待遇WTO 是吧？对啊，中国怎么能发展起来呢？经济对，就很多都在节骨眼关键的时候，实际上是美国的介入，甚至6·4之后。对吧？中国完全被中共完全被这个大伙给边界了，对 isolated 的。但是那个布什他们偷偷的在背后又把中国给融入了国际社会。说在关键点，你看，实际上都是美国在前面。就西方各个列强，你仔细看看，他们其实看不起中国。他们当时认为一开始就是中国签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天津条约》跟美国签的，当时西方列强认为你们这个是。他们不是平等的，他们不是基督教社会，他们没有权利跟我们，他们是野蛮的，没有权利跟我们平等。但是美国他做了这个样子，做了这一步，就好像做了标准。所以说我们得有历史眼光来看，就中国是一定要当老大，其实他们想不到当老大的责任和当老大的那个价钱在后面。这个问题是。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小粉红心碎这个原因就是今天一看中国不是那么强大，实际上到处碰壁。今年是真的是显现出来了。对，我还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刚才也说 exiled to English 这个，我想讲一下流亡，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吧，就是要面对流亡或者自我流放，是吧？我昨天刚学了一个词，粤语叫走难。就是走路的走，难就是逃难的意思，走难就是避难的意思，就是移民，就是去了那个地方也是一个避难的意思。还有他们也要面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对家人的愧疚。我不知道您对于自己就是说，因为你中国就是85年出来以后再也没有让你回去过，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就是说这个流亡，然后这种的。和异国就是再也回不去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然后还有这种对家人的这样子的一些愧疚，是您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对家人，但是就是我父母那个时候，他们健在的时候吧，那个我也希望他们能过来。在有一个情况下，其实我母亲也希望能来，但后来她觉得说我一个侄子要上大学，她说我就不去了，但是你帮着我们去付他的学费，这个我们都做了，就说是。但是以后父母不在了，关系就不一样了，就没有那种牵挂了，不是原来那种牵挂了。但其实流亡，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从西方还是东方，这都是一个传统。我实际上，在原来一个地方，格格不入，到另一个地方去，其实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我觉得。正常的状态，英语可以说 displacement，就是我给你换到另一个地方。可是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要离开家的，是吧？我们离开家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家园，这也是一种逃难吧、走难吧，是吧？所以说，这个其实没有啥。其实苏联那个作家，就是那个 Joseph Brodsky 布罗斯基，他就说，他就有个词，他就叫 the pleasure of exile。The joy of exile， 就是说，那种快乐，流亡的快乐，对，那个快乐一般人发现不了，确实是一种比较少有的一种快乐，是 liberating 的意思吗？就解放的，被解放的，没有人管你，没有人管。但这个问题就是说这就是一种心态，一种存在的方式，没人管你，没人理你，
你完全自由了。但也是很可怕的呀。对啊，所以我说是销售不起，就是你得对自己负责。什么东西这个价钱就是不确定性。因为你在中国这个情况就是说，很多人你给他自由和确定的生活、稳定的生活，他选择稳定的生活，他不选择自由。自由就是你自己对自己所有的事情，你对自己把自己管好，这个很难啊。我们没有那个习惯，根本就。是他们叫岁月静好嘛，就是不管外面就是政府怎么折腾，我在家里面关了门过自己小日子。是，像我们有些，我记得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跟国内刚出来以后，就说他们说没有地方去汇报思想，他们要真的吗？对呀，这是我们这代人80年代的人还这样汇报思想。对，但他们那时候就问说是给谁写信呢？要汇报思想。真的，对，这是可能他们是需要个心理医生。就是说，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在那个环境长大了，他们需要一种就心理上的保护吧。就实际上就是您觉得就是不要把这个东西想得太负面，是吧？它可以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正面。对，是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说是自己是 exile 什么的，但你想想很多中国人，你就现在他这样他有机会离开换个环境，哪有几个人有那种机会嘛？所以说我们也是很幸运的，很幸运的，对，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的一个写小说的朋友提的，他说感觉您的作品中总是梦魇一样出现同样的主题，命运既屈从于外力，也屈从于自己。前者像 The Crazed 开篇，杨先生中风，随后他陷入了某种癫狂状态。开始唱红歌、哼样板戏、跳中字舞，以及反复向毛主席表忠心。其实他文革的时候是个大右派，他的问题就是说这些东西只是进入了他的血液里，中风把他翻腾出来了。这个后者呢，就是完整的体现在了这个free life 自由生活里面。您如何就是看待就是外力对个体的戕害？一个人的内心是否有可能从中幸存呢？就是如果说外在的戕害是不可避免的话，实际上外在的戕害是不可避免。就比如说去年的这个清零，全中国人民都受到了戕害，对不对？是。这个是怎么？这个问题，但是就是两方面都有。一方面是有内在的，就是我们习惯了把外在的一些邪恶的、不好的一些因素变成我们应该存在的东西变成了。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有外在强烈的压迫和介入，使我们的性情变得扭曲，这都有这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对我来说，我也不是想批判谁，也不是想，但一个问题就说是一个最基本的小说家，你就是要把故事写得有意思，最基本了就是写得有意思。康拉德当年他跟一个 Max Ford。那个作家，一个年轻的作家，他们一块儿写小说，因为康拉德呢当时英语非常还是不很牢固的，但是 Ford 帮他们一块儿写了6本，但是康拉德他们规定了一个主题，就是英语是 interesting， 你必须有趣，其实这个很难，把什么东西写得有趣，写好了，意义自然而然会出来的，不用想那么多意义，是吧？对。你把故事讲好了，它意义会出来的。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对，回到孙雷士，你写他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就是特别理解他是就是要把这个就是对艺术的这样子一个，其实在当时的环境里面是一个很纯粹的追求。对，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多多少少跟我慢慢对艺术有理解。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一次说过，我说你看现在这些人这么些，这个是吹啊自己是副国级，那是国级。国家级的领导人呐、干部啊，你看跟中国历史啊、苏联的历史，但是一个托尔斯泰把他们全部都给盖住了。他说是，真是。托尔斯泰是您在乎的，他们才不在乎托尔斯泰呢。但也不一定。那你像那个普京，他到哪旅游，他总带一本那个普希金的诗集，因为他心里知道，从他们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来看，那个比他要重要的多。而且他们确实是，你像他那个搜起那个奥运会结束时候，就是5个照片拿出来，托尔斯泰、契诃夫、道斯托耶夫斯基，一共是5个作家，那就是他们俄罗斯文化的基石。
当然他们说的所有的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这些人没法跟这些人比，因为他们根本拿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因为在全世界人心目当中，这才是俄罗斯的真正的俄罗斯的文化。就是权力，就是很少有这种的当权者，就权力很少是不朽的，但是文学和艺术可以是不朽的，是吧？是。好，你们有什么问题？哈金老师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在写中国小说？中国小说有没有想过写其他？我重复一下问题。哈金老师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写中国小说？有没有想过写其他题材的小说？也想过，但这个问题就说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次这个所谓是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很好的材料。你要写一部很大的作品，有分量的作品，你需要一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很大，很够，是这种问题。当然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是咱们刚才在饭桌上说过，这个说你看中国的近200年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实际上在文学当中没有反应，对，实际上是空白。对，文革都没有那么大跃进，是不是？我们刚才还有您说的那个驻马店那个放水库的那个事情，多少的20多万人，24万人就死了。对呀，大跃进几千万人死掉，是吧？夹边沟，你看那个苏联他们出来了多少关于这个古拉格的这个？对，就是在中国，就说实际上有很多空白，我想很多空白。您不想就写一个？因为从小说的销路来说，我觉得您可能不想这个事情，但从小说的销路是，如果您是写美国这个，会不会更受欢迎呢？那看吧，你看一个是就是什么样的故事，这故事有多大分量。往往美国的故事你就觉得它格局太小，太 light 是吧？对，是太轻。中国就是特沉重，沉重。对我太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东西就无病呻吟，你就觉得，就像刚才说那个流亡这个事情，就说是流亡是用英语说 big deal， 你还 lucky compare with others， 你是不是？对，你根本就没跑出来的，跑不出来的人是吧？对，所以说一些问题就说是美国关键你得找到有分量的，我觉得，但怎么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就哪怕就是中国的就是有一些作家他们没有什么进步，但是呢，毕竟在80年代、90年代甚至00年代，也有一些还不错的作家涌现出来。就是我还是读中国的这些小说，长大的，但是就是那时候就是中国的言论慢慢放开的时代。对，那现在就是这个言论越缩越紧，连那个大量的字都是需要用汉语拼音来代替的。是，就是说的话经常就听不懂。就是这样的环境对小说家，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就是自由对小说创作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因素呢？那当然，大伙都就觉得就英语说 self-conscious， 你就变成自己，比如就是顾前顾后，下笔就软了，会有这个问题，不太敢说话，这有这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个从长远看，这个语言慢慢的变得萎缩了，这个很重要的。你如果一个语言当中没有几个真正就是很勇敢的，勇于说话，勇于就是有精神的那么几个笔杆子，那这个语言慢慢就完了。T.S. Eliot 就说过，如果每10年当中一个语言当中不出现一个大诗人，这个语言就是在走下坡。那中文中文岌岌可危，感觉是岌岌可危，是有这个问题。对。那您再推荐一本书吧。有一个日本作家叫安斗，大概叫佐藤什么？佐藤上树吧，应该是他写的一个沉默。那是一本优秀的小说，非常非常优秀的小说。为什么优秀呢？因为他写的是个历史小说，16世纪、17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去日本，有些中西文化的冲创，特别是基督教，基督教遇到一个东方文化的时候，跟完全不一样。基督教怎么能够在这种情况下，适应？其实也不适应，但是
是一个非常令人受到启发的一个故事。他们拍了好几个电影，这个实际上英语叫 Silence。对，你可以看看电影也是，但是那个小说就是他那个叙述的，要是写长篇小说，这部长篇是非常重要，就是研究出他为什么的切入角度总在不断的换。整个就是这本书要是认真读下来以后，对写长篇的基本技巧就掌握了。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好，谢谢哈金老师，谢谢，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